西方反俄制裁陷入僵局，塞尔维亚成突破口，塞尔维亚传出了制裁信号，可能真顶不住了。而这一现象该重视，武契奇也很难压下来。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0轮制裁已经表明了西方的制裁攻势接近停滞，找不到制裁俄罗斯的方向。因为无论是核能领域还是能源领域，那么只要制裁扩大到这2个领域都会在西方的内部引发激烈的争吵，而最终也只能是无疾而终。所以在关键领域无法制裁的情况之下呢，西方就只能是另想他法，开始瞄准一些还没有想加入反俄制裁的国家，而尤其是与西方联系比较深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了塞尔维亚。一方面，塞尔维亚作为欧盟的候选国，基本上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一员，却死活不肯加入反俄制裁，这已经让西方的脸色十分难看。另一方面，如果西方的反俄制裁能够在塞尔维亚方面有所突破，也必然会带来一种效应，改变更多的国家在反俄制裁上的立场。而为此，西方便一直在给塞尔维亚施压，试图逼迫塞尔维亚改变立场，甚至为了威胁塞尔维亚，西方还拿科索沃问题大做文章。塞尔维亚也是因此在战争边缘是走了一遭，而西方的这些努力似乎也并没有白费。塞尔维亚的立场开始动摇了，成了西方反俄制裁的突破口。武契奇已经多次的强调，塞尔维亚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可能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对俄罗斯来发起制裁。不过武契奇也表示，这个时间不会是现在，他会尽可能的去拖延，不轻易向西方妥协，不会很快就俄罗斯发起制裁。而当然，可是面临来自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武契奇又能扛多久呢？塞尔维亚已经传出了制裁信号。塞尔维亚的经济部长表示为了规避来自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应该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而这番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塞尔维亚政府内部不少人都在抨击这一言论。武契奇也做出了回应，只有在塞尔维亚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制裁俄罗斯的选择，消息也只会由他来公布。不过武契奇虽然对这一番言论很不满，认为不该发出这么一个与塞尔维亚立场不同的信号，但也没有对塞尔维亚的经济部长采取措施。这似乎也释放了另一个信号，在美国和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武契奇可能真的顶不住了，也很难再压下塞尔维亚内部希望通过制裁俄罗斯来换取生存空间的声音。这也更像是一次试探，想要借塞尔维亚经济部长之口试探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并且借此给俄罗斯提一个醒，不要为哪天塞尔维亚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而惊讶，进而将塞尔维亚也当成俄罗斯的敌人。而塞尔维亚发生的这一幕，俄罗斯也确实应该重视起来。塞尔维亚加入反俄制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连带效应，不仅会给俄罗斯带来不小的麻烦，西方也还会变得更有信心，进而给更多的中立国家施压，迫使这些国家改变反俄制裁的立场。尽管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西方的制裁影响，但西方依然是势大，俄罗斯不能有丝毫的大意。